要，那就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哦，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复杂，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消化。哦，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，如果真的有必要，那就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妈说的都是真吗？思婷啊，你要我怎么说呢？那时候啊，婉婉只有18岁，又是第一次生孩子，一点经验都没有。你又那么小，又很爱哭，她一慌张就把它丢掉，一了百了，对不对？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久了，现在婉婉不是对你很好吗？啊？当然好啦，思婷现在长得又漂亮又聪明，读书又用功，她当然争取才会去替她赚钱嘛。你是王八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话？我看不顺眼啊！你们所作所为，他妈的！放手啊！你们说我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家，我要回家都不可以啊！他不是，就是他强奸我老婆，还逼我老婆嫁给他，这是我的家，哎，她是我女儿，他逼他们2个不准我进去啊！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已经跟他离婚了，我跟谁在一起跟他没有关系。他喝醉酒啊，来这边闹事，你们赶快把他带走吧。我没有喝醉酒。我就知道你会不开心，所以这些年来，我一直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你。最帅的是你爸爸，不是我黑心，我真的希望他一直被关在牢里。他一出来以后就天下大乱。先是你阿公，现在别说了。 很多事情憋在我心里，我会很不舒服的。思婷，你的名字是我取的，是我一手把你带大的。这些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看待。就算孟婉婉来跟我抢你，我也会跟她拼命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？ 是他把你当成垃圾一样的丢掉，他今天哪有资格跟我抢呢？现在你长大了，让你知道也好，至少你可以看清楚他的真面目。你就像我的亲生女儿。你说的对，如果不是你收养我，我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你养我，让我受教育。 我这辈子都会感激你，我会好好的补偿你。我不要你补偿，我只要你叫我一声妈咪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跟火叔下个月会结婚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跟火叔结婚以后，还是会好好照顾你的。 妈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不需要谁来照顾我。你也不用担心我的感受，你有权利跟你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最重要
样的事，你觉得幸福？那，你先休息，马西出去了。这死头夫了，都湿透了我整身了，连一顿饭也吃不好。哎，要吃饼干。哎，你刚哭过啊？思婷不理你啊？哎，就是嘛啊！你养她养了20年，难道一知道你不是她亲生妈妈，就翻脸无情啊？思婷当然不会这样的，那你还相信什么啊？你不会知道的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揭穿以后，我跟思婷之间好像隔了一层纱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哎，你心理作用哎啊！你不会明白的。以前我们2个人在一起，我告诉他我要跟你结婚的时候，他马上不高兴，板起脸。可是现在我告诉他我要跟你结婚的时候，他却说你有权追求你的幸福，你有权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不用管他的感受。对，他是说的对，说的对，这证明思婷明理嘛。你不懂的。以前我们2个人一起生活，顶来顶去，板起脸，你不踩我，我不踩你。可是现在，我们客客气气的，就像外人一样。思婷已经把我当成是外人了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明白啊，我明白。原来我不过是一堆垃圾。喂 ，Edison， 我决定了，你帮我安排。你的肚子怎么样了？哈？你昨天晚上不是说你肚子很痛吗？很早就进房间睡觉了。昨晚呢？对喽，不痛了。你做梦你？没有，我在想，好像忘了关灯。哪里没有关灯？店里咯，大姐，我现在回去看看。哎呀，不用了啦，反正我们买的东西马上就回店了嘛，你这么急做什么？哦，他这样子做生意的话，迟早会倒闭的。不过想不到这么快了，一天就完蛋了。哎，谁倒闭啊？好了，昨天那个拿刀看我那个神经病咯，没有来开摊了。哦，哎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个神经病哦，不是倒闭的话呢，就是被人砍死。你才神经病啊！他哪有这么容易给人家砍死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学过那个鹰爪功，3几个人啊，不是他的对手。哎呦，是不是真的鹰爪功？我还学过少林拳呐，武当剑呐。那你为什么不用你的少林拳武当劲来对付他？哎呀，我昨天看他是新来的吗？不要给人家说我欺负他，让他一下吗？哎，你们看他个板凳哦，不是吸毒，就是去洋楼找女人呐。要是真的打起来的话，我一脚就踢他去打8腰啊！你看他吓到不来开摊了。谁说的？你看，那不是来了喽？你呀，好心你啦，说到自己好像很厉害这样啊！一听到他来就吓得脸青青啊！你不要在这里乱放臭屁了，你回去卖你的鱼了。哎呀，大姐大啊！我讲到神经病关你什么事？你好像很紧张他哦。哎，
昨天我们走了之后啊，有人送他免费的鱼吃嘞，哎，我当时是看上他。看你死人头，你不要乱说啊！我跟你讲。哎，他这么瘦哦，还敢打他的主意，他给他压一压的话就压扁了。那就变成 roti prata 了。啊，对，男人喜欢吃罗蒂布兰达。你这乱说，我打到你扁扁了你！打我，我不要做你你再不然你气死了你！你最好不要跟我搬弄是非，不然我把你的档口也拆掉。哎，婉婉啊，你帮我看住档口，我上厕所哈。哎，你不怕我把你的菜都偷走啊？哎呀，你要就搬哦，啊。大姐，我也要上厕所。周末你肚子又痛了？很痛很痛啊！昨天晚上痛到现在啊？对了，我先回店里用厕所。做么要回店里？这里没有厕所吗？哎呀，这里厕所很脏吗？痛！快点去！哎呦，怎么痛成这个样子啊？肯定是昨天晚上吃错东西了。看，等一下要买2罐保济丸给他。哎，艾丽嫂，今天这样早就开店啊？是啊，生意难做嘛，早开希望多做一点生意咯。来，借我用一下。不要啊。哇，加了1寸呢！怎么啦？哇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最近吃很少了，我以为腰会小一点，哪里知道还加1寸呢？哎呀，像我们这些到了中年的女人，即使不吃都一天比一天肿啦。哎，你要裤子还是裙子啊？我帮你定做。不用，做么要定做？像你这样的身材，很难买现成的哦。不用了，谢谢你啊，就不相信我瘦不下来啊？啊，哎，婉婉，等等，怎么？这5块钱你帮我拿给你妹妹。我有4个妹妹，你要我还给哪个？晶晶咯，她昨晚来买衣服。昨晚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没有，她来帮你弟弟买裤子，又买衣服，连内裤都买了。晶晶啊，这个姐姐真好。现在很少看到一个做姐姐那么关心自己的弟弟了。还好他已经走了。喂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门锁住了，我走不了。对哦，忘了把钥匙给你。幸好我也不笨，早点来看看。快走吧，大姐就要来了。哦，拿点东西吃。谢谢。你怎么还不走？你大姐是不是长得胖胖，手上经常提着几袋东西来店里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她已经来了。哎，这什么？大姐，他帮我拿进去啦！什么他？哎，对了，你的肚子怎么样？还痛不痛？我跑到店里就不痛了。奇怪嘞，肚子一下子痛一下子不痛，有没有事情啊？要不要去看医生打1支针？不用，真的啊？没事啊？大姐，我帮你，你一定很累了，你坐一坐吧。你做什么啊你？我只是怕你累吗？古古怪怪的，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啊你！我没有。后门锁着，他到底躲在哪里了？你在看什么啊？没有啊。那我问你，你昨天晚上你肚子痛，你很早就睡觉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那你是不是会灵魂出窍大法啊？什么？什么？
你既然一早就在床上睡觉，为什么在同一个时候又在 IV 嫂那边买衣服，买了1件牛仔裤、2件 T 恤、3件内裤啊，而且是买给男人穿的啊？我要你跟我解释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妈妈，因为肚子痛，所以就去买药。刚好看到衣服便宜，所以买了下来。喂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嘞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我肚子痛，就去买药，刚好看到衣服便宜就买咯。我想送给小弟嘛，因为他生日快到了。真的吗？那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啊？因为要给小弟一个 surprise。要给小弟一个 surprise 吗 ？surprise？ 你神神秘秘的。哟，这个人来做什么啊？帮我看住。快走啊！哎，小心警察！我会小心的，因为我的名字就叫小心。下午4点回到这里，我帮你开门，知道吗？哦。哎，10块钱带在身上，不要乱花。哦。哎呀，你一大早不去开档，还在这里做什么？有什么话快点说，我忙的嘞。我没有重要事情就不会来找你了。我口很渴啊，喝杯水再说吧啊。那些家伙也真是的，都不请我喝水啊，渴得要命。你会做生意就不要学人家开什么档卖什么鱼啦，做了1天就跑路，那么丢脸。什么跑路啊？我是被人家抓去警察局啊，关了1个晚上啊。今天一早啊被警告了才放出来的。你活该吗？整天动不动就说要砍人，要不然就用什么鹰爪功掐人家脖子，你迟早要再回去蹲几年啊！我这次被抓还不是为了你？为了我？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去帮你争女儿回来啊！哎，小声一点行不行？你说什么正女啊？啊？月平说要跟那个王八蛋阿火结婚啊！要是他们2个结婚的话，那思婷不是要让那个阿火做爸爸的吗？我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就便宜他啦。要是月平跟那个阿火啊一鼻子出气的话，那我当然不会让思婷跟他们嘛。你说是不是？那当然了，那对奸夫淫妇哪里有资格当思婷爸爸妈妈？那个王八蛋阿火就没有资格。月平嘛，要是不跟那个王八蛋结婚的话就没有问题。可是我讲的话他偏不听，坚持要跟那个王八蛋结婚，所以我就……哎呦，你就什么？把话说完了。怎么样？我去揭露真相，把你才是思婷的亲生母亲事情说出来了。思婷知道了。知道了。那她有什么反应？当然高兴了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有2个妈妈嘛，以后收礼物啊就收2份，当然高兴了。你说对不对？那就好。我以为他知道真相之后会生我的气。喂，那你没有告诉他我把他丢掉的那件事？没有。那个洗衣婆呢？他有没有趁机在他面前放我毒针？没有。月平啊不会做这种事的。那就好。可是那个王八蛋阿火就很难担保了，他有没有跟思婷说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他那么怕你老婆，你老婆没有叫他说，他哪里敢说？有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！哎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当然是去把女儿认回来了，那就可以大团圆，戏就可以收场了。什么大团圆？哎，我们去把女儿抢回来，他们结婚，我们也结婚，那女儿就可以叫你妈妈，叫我爸爸，这不是大团圆是什么？团你的头啊！你神经病啊！谁要跟你结婚呢？哎呀，你不要假了，你等了10年，还不是等我出来？我都不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还死要面子干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以前是以前，以前事情你不要再跟我提，我不懂事才会被你骗呢。你说什么？你以前爱我爱得要死的，你爱你的头啊你！你趁我离家出走，假装同情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恋我目的
你走啊你！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啊！还不走！怎么10年后的女人变得那么绝情啊？拒绝我啊，是你的损失。这个思婷要怎么说呢？她会被叫妈咪的。担心什么？林金才不是说他听了很高兴吗？那就表示他一定会叫啦。终于等到今天了。可是我见到思婷之后，要跟她说什么呢？思婷啊，不是我狠心不要你啊，而是我当年生你的时候，我都还不到18岁，我真的一点经验都没有。哇哇，这样说好像我很没有责任感这样。哇哇，是他一定会问你，当年为什么要遗弃他呢？思婷啊，我那时候都还没有结婚，你也知道，你爸爸又是有老婆的。我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 baby， 怎么敢回家？不给你外婆打死才怪！不好，我这样说好像只顾着自己，完全都不顾思婷的想说。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才行。想一想怎么说。今天的饭怪怪的，大姐啊，今天的饭好像不香，又太湿了。大姐啊，你看。方医生来吃饭啊？你饭？找大姐啊，在啊。大姐，方医生来了。哎，诺文，你今天不用上班啊？我今天休假，我带了个美食家来吃你的椰浆饭，你应该认得他吧？林一鸣啊！哎，林一鸣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你的美食节目很好看呢，很出名啊。谢谢。哎，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好。你怎么认识他的？我是他的家庭医生，我们经常都有联络。我跟他说你的椰浆饭很好吃，一定要来试一试。那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人家很忙啊，一直都没有时间来。他今天早上突然间打电话给我说，马上就要来哦。听说突击餐厅是他的习惯，他说这样才能真正吃出水准。没有问题的，我的纳西勒玛什么时候吃都好吃的。我当然对你有信心了，要不然哪肯带他来啊？如果他肯帮你介绍，我相信你的纳西勒玛一定会一炮而红的。到时就不怕杨家店烈士见人了。谢谢你啊，诺文，帮了我一个大忙啊。你别谢得太早，先拿出你的看家本领，让他试试。林一鸣先生，来，这是什么？我就是要跟你介绍，这是我用特别配方煮的椰浆饭。椰浆饭，香哦。诺文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你为什么不试试看才走？不用吃啊，我已经知道好不到哪里去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的饭？椰浆饭，
连椰浆的味道都没有，算椰浆饭吗？啊！而且那些饭全部粘在一起，一点水准都没有。怎么会这样的？不关我的事，大姐，饭是你煮的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可能是刚才我一时大意，我少放了椰浆，多放了那个。哎呀，在搞什么嘛？别这样，没关系的，我跟他解释一下，改天再来。对不起啊，诺文，麻烦你跟他解释一下。我先走了。大姐，这锅饭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丢掉喽！这次跑做么这样？哎呀呀，丢掉，全部都丢掉了，另外再煮。小新，小新，你在做什么？哦，有人把玩具车丢掉了，我只是随便拆出来看看而已嘛。一定是坏了人家才丢的嘛，扔了它啦。没关系，到处乱跑啊，被警察抓到更糟。你怎么出来了？都是大姐咯，不知道她今天怎么了，煮坏了一大锅饭。刚好有个很著名的美食专家要来吃我们的椰浆饭，可是他一口都不吃就走掉了。哦，那么不巧。对啊，大姐从来就不会这样的，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。现在啊，我们的生意都被隔壁的杨家店抢走了。如果这个美食家能够介绍我们的店，那生意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可是又发生了这种事。我知道大姐一定很伤心，我真的很想帮她，可是我这个笨脑袋就是想不出什么办法。你怎么老是说自己笨呢？本来就是嘛。你一点都不笨，其实你很聪明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第一个这样说的。是吗？嗯，从小学开始，老师都说我笨，同学也说我笨，大姐也常常说我气得她吐血。也是因为我笨嘛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哦，我刚刚在想，你说的真的很有意思。什么？很多事情你会，别人不会；你懂，别人不懂，你就会说别人笨，自己很聪明。其实啊，很多聪明的人呢，都有碰到难题的时候。那时候啊，比他厉害的人呢，就会说他笨，自己才是天才。很多天才啊，都会被人家说他是白痴啊。天才和白痴其实只有一线之差，天才就是白痴，白痴就是天才。你说你自己笨，其实不是的，你也可能是个天才啊，只是你不知道，别人也不知道。你说的我好乱。很多事情呢，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乱，其实啊，只要你仔细去分析，就不会乱了。那就好像这部车子一样，你看起来好像很乱。其实啊，它的机械呢是一件连着一件，形成一个整体。是吗？嗯，那就好像人一样，人的大脑是控制一切的，大脑坏了，身体就会出现问题。就好像现在的我的大脑出现了一些差错，所以呢，我一直想不起我自己是谁。这部车子也是一样的，它的大脑就是这个，否则啊，它就不能操作了。只要找出它最基本的源头呢，一路找下去，那问题呢就解决了。我还是不明白，这跟我们的椰浆饭有什么关系？你说那个美食专家很失望地走了出去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为什么他很失望呢？他嗅出我们的饭煮坏了，他说椰浆饭没有椰浆的味道，就不叫椰浆饭了。对，那个就是问题所在。我们再煮一锅很有水准的椰浆饭，吸引住那个美食专家，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人家都走了，怎么找回来？想办法呀。那你现在就放弃的话，那个美食专家呢，永远都不会回来的。我们随便想一个方法，都比永远失去机会的好啊。对呀，可是有什么法子？哇，好香啊！这锅饭对了，如果黎明能够回来就好了，他就会吃到真正好吃的椰浆饭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不要再说了，人都走了，哪里还会回来？我们可以去找他。去哪里找？我们
方医生不就知道了吗？问他有什么用啊？我听说这个林一鸣啊，脾气很古怪的，你就算用 Mercedes 去载他，他也未必会来啊。没关系，他不来，我们去，我们准备好热腾腾的椰浆饭送到他住的地方去。他会理你才怪啊！怎样也要试一试嘛。如果不是，他永远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可是至少会有成功的希望啊。即使机会不大，也好过什么都不做嘛，对不对？是谁教你说这些话的啊？没有人啊。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不会成功的。都还没试，怎么知道不会成功？你要我低声下气去求人家吃饭，我才不干呢。那我去。你？我去。你省省吧，你不要白费心机了。大姐，你让我去了，你让我去。哎呀，好了。哎呀，随便你啦，反正店里现在也没有什么生意，你要去就去啊。方医生说，即使我们把饭送到他门前，他也不会开门给我们的，所以我看这次是不会成功的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不如算了吧，我们现在回去。现在回去，那大姐不是说中了吗？不止人家说你不会成功，连你自己也说你不会成功。那你呢？你不也是这样觉得吗？其实我本来很有信心的，我看到你没有信心，连我自己也没有信心了。都是我不好，害你跟我一样。那你说，现在要怎么办？你问我啊？每次都是我问人该怎么办的。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人可以问了，就由你来做决定吧。那既然我们已经到这里了，就试一试喽。我现在开始又有点信心了。我们走吧。小姐，我们是来找林一鸣先生的。请稍等。是林先生。好的，我会告诉他们的。对不起，林先生说他现在不想被人打扰。小新怎么办？你说呢？对不起啊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吗？好的，请。啊。午餐时间快到了，他一定要吃饭的嘛。我们在这里等，他一定会下来的。你真聪明哦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今天好像特别聪明。去享受它。都已经2点多了，他不需要吃饭吗？再等一下吧，很快就要出现了。Oh my God！ 小心，小心！ Is there a problem with your notebook? Yes. If you don't mind, I can check it out for you. Yes, please.
this your document? Oh, yes, thank you. 小心，林一鸣啊！ Excuse me. 林先生，我大姐椰浆饭真的很好吃的，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呢。我带来了，你试试看呢，真的很好吃的。你不吃，吸一吸也可以。你真是太过分了！你不要以为我们在大堂等你2小时，就是要你推荐我们的椰浆饭。我们只是不想因为他大姐的一时失误，让你以为我们的椰浆饭太烂了。因为实际上，我们的椰浆饭是最棒的。小心，算了啦，你看。我们走。小心啊！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，也有可能会出现奇迹的。小心，小心！可以借我一个盘子和一张香蕉叶吗？谢谢。小心，你拿盘子和香蕉叶干什么？你看了就知道了。好香啊！回去你一定要请我吃哦。可以，你要吃多少都可以。我天天都要吃。可是，我们就这样拿给他吗？喂，有没有叫这个？哦，这是我们10个的幸运抽奖，你被抽中了。幸运抽奖。请慢用。怎么还没吃啊？他一定会吃的。来，我们一起喊：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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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。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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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。吃了，他要吃了。小心，他吃了。他吃了。我的手麻痹了。这里是不是卖这种椰浆饭呢？不是。那这坛椰浆饭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这就是荷兰村的椰浆饭。大姐，我成功了！哦，你做什么成功了？
林一鸣说我们椰浆饭非常好吃，他说会带电视台的人来拍摄，什么时候会再通知我们？还有他说会写文章介绍我们椰浆饭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才怪。为什么你不相信我？不是大姐不相信你，而是你怎么可能？好了好了，大姐知道你想安慰我，也知道你有心了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就算林一鸣不来介绍，我们也不会完蛋的了。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嘛？喂，哎，诺文啊，什么？林一鸣真的要来啊？电视台也要来拍啊？相信我了吧？哦，我们一定会准备好的。谢谢你啊，诺文，拜拜。哎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当然有办法喽。小姐你好，我可以帮你吗？我要选一条项链，年轻女孩戴的，不要太老气的。好，进来看看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白金，不如就选一条白金项链，配上钻石坠子，看起来就会很大方了。OK 啊，让我看看。这粒钻石好像小了一点呢，我要送给我女儿的。她刚刚从国外读书回来，我要送好一点的给她。那你女儿几岁了？21啊。真的吗？你看起来这么年轻哎。真的吗？拿大力一点的给我。这条怎么样？这条还像样一点呢。多少钱啊？给您打个9折，6280。哇，那这样贵啊？哦，钻石越大价格就越贵，不过戴起来感觉完全不同。那当然了，你钻石越大力，人家看你的时候眼睛也真的特别大力啊。好，就这条。好，你稍等一会儿。思婷一定会喜欢。思婷，你回来啦！我买了一条项链给你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不喜欢的话可以拿回去换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想无缘无故接受别人送的东西。怎么会无缘无故呢？我又不是坏人。我听你爸爸说他已经把事情告诉你了。什么事情啊？就是20年前那件事了。哦，你是说我被人家当垃圾丢掉的事吗？不错，我知道了。我终于知道，我在别人的眼中，只是一堆可以被随便遗弃的垃圾。是谁告诉你的？一定是那个洗衣婆是吗？她整天只会在背后说我坏话，不想让我们母女相认啊。难道你不承认有这样的事吗？思婷，你听我说，你一定要听我解释。我当时是有苦衷的。对不起。我没有兴趣听你的苦衷，我妈正等着我回家吃饭。我才是你真正的妈，思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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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清彩不是说她听了很高兴的吗？这怎么会这样呢？林静草真的是给你害死了！长长的路，长长地走着，走了多久，已不记得。是什么角色？想了很久，我已经累了。最
说好的，怎么转了个身还是变